你知道世界上最长的铁路在哪儿吗？位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西起莫斯科，东至海参崴，全长9288公里，跨越8个时区。这是当前世界上最长的连续火车线路。西伯利亚大铁路之旅是深度了解俄罗斯的一种方式。我和搭子决定用7天7夜的时间，一次通关这条铁路。青春没有售价，火车横穿欧亚。Hello， 大家好，我是 Sir。我现在是在海参崴火车站，这是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的终点站。今天我就要乘坐火车前往这条铁路的另一个终点站莫斯科，一共会持续7天7夜的时间。这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铁路，路上会发生什么样有趣的故事呢？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从海参崴直达莫斯科的火车票不是很容易买到，因为中间的站点太多了。想要全程不中转，一站到底，一般至少需要提前1周左右购买。俄罗斯的火车票价格是浮动的，类似于国内的机票，价格随时调整，一般越早购买越划算。2020年，徐峥的电影《囧妈》上映之后，西伯利亚铁路的中国支线曾经爆火过一段时间。从北京坐火车穿越蒙古国，直达莫斯科的火车旅程，经常一票难求。这个车6天6夜都不能洗澡的，你知道吗？而且这个火车的车票比飞机票还要贵，你知道吗？这趟火车要开126个小时，平均每小时29块3毛6。你是这么算？在俄罗斯买的票比在国内买要便宜很多。海参崴直达莫斯科的2等车厢票价折合人民币只要1000块钱左右，而在国内北京直达莫斯科的火车票价至少要4000多，据说那是中国最贵的火车票。买票支付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麻烦，我俄罗斯的银行卡里面的余额差400卢布，于是我换了 Visa 和银联2张卡分别尝试，但是都没能支付成功。因为俄乌战争，俄罗斯受到经济制裁之后，他们原有的这些支付设备虽然还在使用，但是其实已经变成了单机版，不再能和国际支付系统联网。好在最后售票员帮我们修改了刷卡的金额，不够的部分我们另外用现金补充。Seat number. Okay. Seat number. Низ, seat up. Okay. Okay. Thank you. You are so nice. Thank you. Have a good day. 海参崴火车站是西伯利亚铁路的终点站。这条全长9288公里的铁路修建于1891年，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它的建设难度在那个年代足以媲美一次太空漫步。通车之后的西伯利亚铁路与之前俄罗斯欧洲部分的铁路一起，将幅员辽阔的俄罗斯整个国家紧密连接。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成给俄罗斯带来了很多的改变，他们在西伯利亚的河流上架起了桥梁，从前的小村庄变成了如今的大城市。来自俄罗斯中部的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那些新大陆一般的土地，沧海变桑田。沙皇俄国也由一个单一民族主体的欧洲国家，逐步变成了一个横跨欧亚2大洲、濒临3大洋、拥有194个民族的超级大帝国。上车饺子下车面，在启程坐火车之前，我和搭子出来吃晚饭。在海参崴核心区域的商业街里面，有不少具有中国特色的饭店。我们选的这家店，店门口挂了一幅老照片，照片上面是这家店历史的样貌。很明显，过去这里曾是一家华人商铺，现在这里变成了一个中国特色餐馆。上一期关于海参崴的视频里面，有很多朋友问，既然海参崴是中华故土，为什么在街上没有看到华人？其实这是一段非常惨痛的历史。在20世纪中期，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华人数量曾经一度达到过20多万，其中在海参崴这座城市，超过1半以上都是华人。早期海参崴许多重要的建筑都是华人来建设的，但是后来苏联将华人视作其远东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对华人进行了针对性的驱逐和打压，所以本地的很多华人都被驱逐去了其他地方，或者在当年被冠以间谍的名义肉体消灭了。在这里我们就不展开讨论了，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看那段时期的远东历史。You can more stronger. Okay, yeah, that's what I'm It's talking okay. about. 哦，好有仪式感。До свидания. До свидания. До свидания. 我
俄罗斯的铁路过安检要拿出来所有的东西，手机也要提前放在桌子上，不能有任何的金属。海参崴的火车站下来之后，直接就是火车。检票是通过上车的列车员来操作的。Красавчик, проходите. Молодец. OK，Thank you。我们买到的是3等车厢票，这种车厢类似于国内的硬卧，开放式的车厢，没有隔离门，每个小车厢有6个床位，它们的床位只有上下2层，然后在侧面多出来一列纵向的床位。每个新上车的乘客会收到新发放的床单和枕套。俄罗斯使用的是宽体火车，比我们国内的火车空间要大一些。侧面的床位下铺是可以折叠的，白天不睡觉的时候可以切换成座椅模式。小孩姐 ，Hello。火车上的卫生间保持得挺干净的，每个小时都会有乘务员来打扫，没有异味，而且会有各种方便残障人士使用的小细节。车厢上配有淋浴间，可以洗热水澡。人生新体验，在火车上洗澡。现在火车窗外的温度大概零下20-30度，在行驶中的火车上洗热水澡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要是能在餐车再吃上一顿火锅，就更完美了。要有风，要有肉，要有火锅，要有雾，要有美女儿，要有驴。火车经过1夜的行驶，我们到达了伯利站。伯利是中国对这座城市的称呼。伯利地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2江江口，是远东的咽喉之地，有点类似于陕西的潼关，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可以说，谁控制了伯利，就控制了远东。这里现在的俄语名称叫做哈巴洛夫斯克。哈巴洛夫斯克火车站广场有一个雕像，这是著名的侵华俄军头目哈巴洛夫本人。1649年，哈巴洛夫自费筹建了一支150人的武装小队，侵入了中国的黑龙江流域。在一些村镇里面烧杀抢掠，并且给当时的沙皇绘制了远东地区的详细地图。在俄罗斯人的视角里面，哈巴洛夫是一个开拓远东新领土的探险家，所以他们在这里给他树立了巨大的雕像，并且将远东地区这座最大的城市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火车在哈巴洛夫斯克站会停留70分钟，我们可以出站去买些吃的。前面有一家 KFC。KFC 其实早在2022年就退出了俄罗斯，取而代之的是一家俄罗斯本土的炸鸡连锁店，叫做罗斯蒂克 （Rostix）。据说现在俄罗斯境内的上千家肯德基店都已经全部完成了改名，但是远东的这家店依旧使用的是旧的 KFC 的商标和包装纸。在店里吃完之后，我们又打包了一些回车厢，作为下午茶。我们现在正在穿过阿穆尔河。阿穆尔河是黑龙江在俄罗斯流域的名称。这条水产极其丰富的河流，以前曾是中国的内河，现在是流经蒙古、中国和俄罗斯3国的一条公共河流。Skies are blue. Go birds. This is what we're gonna do. Together, we will love the beach. Together, we will learn and teach. Together, change our pace of life. Together, we will work and thrive. I love you. I know you love me. I want you. How could I disagree? And that's why I make no protest. And you say you will do the rest. 刚上车的时候，我会对火车的晃动和嘈杂的声音感到不舒服，但是在火车上经过了1天1夜的时间，我逐渐习惯了这个节奏。Ой, ну спасибо. Спасибо.
适应了火车上的环境之后，我们开始尝试结交新的朋友。在3等车厢这个密闭的空间里面，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非常近，这是一个接触身边的人、了解他们的好时机。在这趟列车上，来自俄罗斯各地的旅行者互相交换着各自的故事。好多小孩哥，他们应该都是一个球队的。Hello。贪吃蛇。在我们的车厢，有一位从伯利上车的老太太，她向我们展示了她之前去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旅行的照片。Это называется Бородино. Да. Oh, yeah. Вот как вам сказать? Этот храм построен. Почти. Давай. 去到每一个地方都会拿他的照片拍一张。这次他是独自一人前往新西伯利亚，看望他在新西伯利亚工作的孙子。老人在车上一共跟我们相处了4天3夜的时间。4天3夜的行程里，老太太带了一些水果、牛奶、果酱以及点心作为零食。我和大志没有为这趟旅程提前准备任何的食物，我们都是在沿途各个停靠的站点临时购买。一路上，老人时常会给我们各种投喂，有时候是一些小点心，有时候是一些巧克力糖果。后边这一站会停40分钟，我们跟老太太下去散散步。在隔壁车厢有几名军人，其中一位在俄乌战争中失去了双腿，刚退下来，其他几位是他的陪同人员。在海参崴的街头，经常能看到各式各样的征兵广告。俄罗斯动员士兵参战入伍，可以一次性拿到69万5千卢布的奖金，折合人民币大约5万4千块钱。参战期间的工资折合人民币约1万5每个月，能领几个月就看你的造化了。前段时间莫斯科音乐会的恐袭事件，被抓到的人说他们的佣金是100万卢布，很多中国人觉得这个数额很小，不可能有人因为这点钱就去卖命。其实就俄罗斯目前整体的经济状况来说，这笔钱并不是一个很小的数额。火车在乌兰乌德站上来了几个中国人，他们在俄罗斯做机械配件的生意，出口中国的卡车和配件到俄罗斯。他们送了我一桶泡面，是从国内背到俄罗斯来的，这是家乡的味道。他们告诉我说，在俄罗斯做生意并不算很容易，因为有很多的限制，但是俄罗斯的普通人对中国人还是可以的，比较亲切。俄罗斯这个国家在国际上好像没有多少要好的朋友。近现代以来，由于地缘政治将中俄两国在一些领域推到了一起。中国已经连续10几年是俄罗斯的第1大贸易伙伴国，中国人总是温和、友善和开放的，希望两国之间的这种友谊能够持续下去。下午时间，我和搭子在车厢里面闲逛，我们试图走到火车车尾，去看看是否像徐峥电影里面演的那样有门可以出去外面。走到车尾，发现火车尾部是封住的。这边应该是软卧的车厢。软卧的车厢空间更大一些，有门。在回去的路上遇到了一个主动和我们交流的俄罗斯大叔，他邀请我们品尝伏特加。喝完酒之后，我们试图做一些交流，但是我们互相语言不通。他们听不懂英语，我们也听不懂俄语，所以我们尝试用翻译机沟通。但是交流中不知道为什么对方突然发怒，凶狠地说了一些什么，可能是喝多了，也可能是产生了一些误会。他妻子示意我们尽快离开。在这趟异国他乡的火车旅途中，每一次交谈都像是一次小型的探险。我尝试去理解他们，去感受他们的生活。这些陌生的个体让我认识到更大的世界。有时候可能会出现摩擦，出现紧张的状况，但是不影响我会继续保持这种开放的状态，迎接这趟列车带给我们的每一次遇见和经历。户外温度的这个哈气，不管你有没有在抽烟，讲话的时候都像是在抽烟。火
火车行驶在西伯利亚的荒原上，大面积都是无人区，手机没有信号，只有每隔几个小时靠近站点的时候会有短暂的几分钟能联网。在火车上，我感觉我的时间好像多了起来，而且都是大块的完整时间。我选择用这些时间来去观赏窗外的风景，观察身边的乘客，以及思考一些生活中的问题。在这趟火车上，我发现旅行并不只是换了一个地方，看到了一些风景，更重要的是换了一种生活状态，可以将自己从繁杂的世俗生活中抽离出来，进入一种全新的生活节奏，可以有机会慢下来，静下心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让自己的灵魂归位。今天是我在这趟火车上的第3天了，从踏上这趟火车开始，我的生活节奏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如果是放在以前，这3天对我来讲纯粹是浪费时间，因为我没有在工作，也没有在学习，我没有在做一些看起来很有收益的事情，我好像是在虚度我的时间。但是现在的我不这样认为，现在的我觉得吃喝玩乐不是在虚度光阴，熬夜加班也不是什么意义非凡的事情。人生是各种体验的叠加，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用来体验的，不是用来追求完美结局的。那些看似没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发呆、看日出、打游戏、晒太阳，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体验就是意义本身。只要你觉得开心，那就是最大的意义。在这趟行驶的火车上，我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透过车窗去看外面风景的变化。我看到早上温暖的阳光洒在蜿蜒曲折的铁轨上，我看到白雪覆盖的俄罗斯民房闪裂在西伯利亚的铁路沿线，我看到傍晚的夕阳透过云层折射出美丽的霞光，我看到夜晚的群星闪耀，晚风摇动的车厢。时间在这里仿佛有了形状，它幻化成一节节的铁轨，一直延伸到远方。我喜欢这种每天睁开眼都是新世界的感觉，我喜欢这种活在当下的状态，我喜欢这种能静下心来感受世界的机会。这里没有繁忙的城市生活，没有压抑的职场环境，没有网络信号的干扰，我有的只是时间和我自己。每个夜晚，当我躺在火车狭窄的铺位上，闭上眼睛，聆听火车车轮压过铁轨的声音，仿佛我正在与这个世界融为一体。这趟列车治好了我的焦虑，让我重新找回了自我。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或许我们不能改变现实条件，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去面对它，选择如何去经营自己的生活。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环境中找到你自己的快乐。生活不是一个目的地，而是一整场旅途。活在当下，面对自己，拥抱生活。Выпей. Don't put this on the video, please. Mother Russia. Target sighted. 还有1个小时到莫斯科。Close and fire. Captain confirming. Course set.